郑世文，你身为保密局的成员，撤退后为什么不来报道，却藏着不露面？我是在来广州的路上才得知我的亲哥哥投共叛国了，既为他这种变节感到羞耻，又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，进退失据，左右为难，一时无法做出对应，故而藏匿其身，以思对策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哥哥的投共叛国已成事实，无法逆转，但是我对党国的忠诚不会因此而改变，我必须面对事实，挺身而出，来证明我的清白，证明我的忠诚。你这一套空话是在骗你自己吗？你也是保密局的老人了，不要侮辱同仁的智商好吗？你回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必须面对事实，挺身而出，来证明我对党国的忠诚，证明通缉令的错误。什么行动？挖出藏匿在保密局的公谍，消除后方的隐患。你知道保密局有空谍，他是谁？我可以当面告诉沈博。他就是隐藏在保密局的公谍。他怎么死的？我打死的。你打死的？我要不打死他，他就会打死我。你以为我信吗？肖长官，麻烦您检查一下他的枪伤，然后
再对照一下我的。在我藏匿期间，秦风突然找到我，他向我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在旅营撤退期间参与了对我哥哥的策反工作。他之所以找到我，是希望能把我送回到匪区，与我哥哥团聚。为了搞清楚他的真实目的和隐藏在他背后的潜伏网络，我假意答应了。与他保持联系交往，在此期间，他告诉我，他可以提前获知我们特别督导室的所有行动。那我问他怎么做到的，他告诉我，是特殊手段。为了搞清楚他所谓的特殊手段，我暗中跟踪过他，发现了他有一个秘密住所，就在这座大楼的对面。门牌号码？具体哪个房间我不清楚，跟得太紧，我怕被他发现。但是那栋大楼又不大，逐户搜查就可以搞清楚。交代你杀死秦副主任的经过。好吧。他已经为我找好了去匪区的轮船，他要亲自送我上船。那我呢，为了搞清楚他的同党和接应人，虚以委蛇的一同前往。没想到，到了码头之后，遭遇到了蔡处长的阻截。秦风打死蔡处长之后，又胁迫我去大脚坡的另外一个接应点。到了那儿之后，他告诉我，只要他一发出信号，就会有人来接应。值此最关键的时刻，如果我再不动手的话，就会被他送回到匪区。我趁他不备，掏出了手枪对准他，希望他能陪我回到局里接受审查。可是呢，他偏死反抗，我只能开枪。你杀死的是保密局特别督导室的副主任。你刚才说的话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。按照戡乱时期惩治谍匪的条例，你面临的将会是死刑。没关系，匪患已除，我死而无憾。通知行动队，马上搜查战守要刚刚说的那栋大楼，快！是。快！走。
在秦风的房间里搜到了一份文件。主任，找到了。 你在吕营火车站上车的时候，带着一个女人，她是谁？我的未婚妻沙小丽，她在哪儿？走散了，至今没有找到。是这个人吗？这是保密局的画师根据关处长的描述绘制的，画的还不错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他是谁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要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好吧。 你要为你刚才说的话负责。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叶菲菲。 是战守平的妻子，你的嫂子。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小文华，两军对战是男人的厮杀，和他的妻儿老小有何干系？如果说在战场上失败了，就拿他的妻儿老小杀戮泄愤，还算什么国民革命军？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小小而已，数倍而已。他的下落。 我战守安项上只有这一颗头颅，如果你非要拿它去换一个无辜女人的性命，拿走吧。秦副主任的房间已经彻底搜查过了，他留下的文件，小到保密局人员的配置情况，咱们这栋大楼的结构图，大到委员长近期的批示等中央文件，指纹检测结果只有秦副主任一个人的。 你怎么看战守安的供词啊？事实证明，他的供词是对的，也洗刷了他的冤屈。验伤报告什么时候出来？出来了。从报告的表面上看，杀死秦副主任的子弹，确实是来自战守安带回来的手枪。战守安身上的伤，
也确实是出自秦副主任枪里的子弹，连枪伤的时间都十分的吻合。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这里边很蹊跷啊？太完美了，太像个注解了。你是说战守安在演戏？就是这些完美无缺的证据，恰恰证明了他回来是身负使命。主任，这是一场大戏，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戏码是什么。他确实隐藏了战守平的妻子，我觉得应该他跟吕营投共事件也有联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确定战守安就是共产党。你说的没错，就凭这些东西枪毙他绝对没有问题。马上起草个报告，保卫局特别督导室为本局军医战守安请功，表彰他反共救国的坚强决心和革命意志。对，这些天我们保卫局特别督导室从吕营撤退，损兵折将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有一个高兴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下面我宣布一个国防部的任命：战守安到。战守安少校从吕营撤退伊始，历经蝶变，受尽磨难，随而不悔，遇亲属叛变而不疑，历逆境而自强，杀敌寇于五步，忠于党国，忠于主义，堪称特工人员的楷模。国防部特颁给战守安少校3级云辉勋章1枚，军衔晋升中校。大家鼓掌。非常时期，庆祝就免了。但是我一直觉得，国军能够沦落到这一步，庆祝的人太多，用功的人太少。虽然我们今天免去了这个仪式，但是战守安为党国赴汤蹈火的精神，我们大家要铭记在心，要把它发扬光大，化作今后的工作跟生活当中。大家祝贺他。
谢谢。几乎就是一瞬间，战守安从人人得而诛之的谍匪，摇身变成了保密局的功臣。这枚勋章似乎在时刻提醒着他，走到这一步，付出了多少同志们的生命和鲜血。战守安现在担心的是，自己已经成功地骗过了沈在新吗？此番从旅营撤退，可谓仓皇出走，器材设备丢光了。现在处处吃紧，上峰没法给予新的补充。这个医务室的条件跟以前是不能比了。克难时期，一切从简，这个我明白。啊，对了，你的那个未婚妻呢？弄哪儿去了？真的走丢了。醒醒，你呀，神神秘秘的，一会儿被通缉，一会儿又上了英雄榜。现在你说的话，也不知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不说就算了。有一句话绝对是真的，我特别感激您救了他一命，真心感激。哼，知道就好。广州潮湿闷热，传染病多，你想想办法，给弟兄们预防预防。好了，开工吧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了找你，差点把整个广州都找遍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跟我走。舅舅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怕你难过，没告诉你。我是很难过，可是我担心的人是你。我没事，能挺过去。表哥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宪兵队，进现在这个单位？这好吃。哎呀，你别打岔，你跟我说实话。表哥，你进现在这个单位，不会是想回到舅舅原来战斗的地方吧？你这样做会死的。这有什么？我不想让你死。我没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苟活。苟活？什么叫苟活？你可以正常的娶妻生子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这样的话，舅舅在天上看见也会很高兴的。你不懂。表哥，你别犯傻了，不要去。为什么我关心的人都要去送死呢？你怎么现在比我还能说了？赶快吃，
吃完我送你回去。表哥，行了。谁啊？守安，是你啊！快进来。你还好吧？一切还都好吧？都挺好的。你这段日子去哪里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去上班了，这是工资，你拿着。谢谢。哟，衣服都准备好了。是燕婷开头的。这段时间多亏了燕婷好好的照顾我，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是她照顾的，都不用我担心，真是难为这个大小姐了。是啊。守安呐，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？不知道。她是因为喜欢你。哦。你是来找她的吧？我看得出来。啊，是倒是，但不是您想的那样的。我今天在单位看见他去找了一个特务。找了一个特务？你没有看错吧？不会看错的。那他去找这个特务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那个特务在追查你的下落。你是担心燕婷她会告发我吗？这个我不担心，我相信她的人品。就是啊，那你还担心她什么？我只是怕那个特务会顺藤摸瓜找到这里，然后找到你。在你没有回到我哥哥身边之前，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所以嫂子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等一会儿燕婷回来，我当面把话跟她说清楚了，咱们就走。啊，现在就走吗？你男朋友干什么的？他是个医生。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有一阵子了。在广州认识的？算是吧。这年头可乱，当心点，别上当受骗了。表哥，他挺优秀的。什么时候让我这个大舅子见见？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吧。你把他弄丢了。快到了。到了，就前面那栋楼。不请我上去坐坐。哦，你家里乱糟糟的，还没收拾呢，你就别上去了。等改天我再请你吃饭吧。表哥，再见。战守安。
把手松开！我不松开。我嫂子在这儿，我一松开，我怕你跑。你松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你保证，不许失踪，不许再跟我生离死别的。好。嫂子。那个，今天你去保密局找肖文华了？你就为这事儿来找我的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去找肖文华了？你先别管，你也在保密局啊？你先别管这些，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是不是怀疑我？告发你吧！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？表哥，手袋儿忘车里了。啊，是，我都忘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表哥。有客人啊，对，2个朋友。朋友，好，给我介绍一下。别了，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吗？表哥，没什么事儿你就先走吧，我不送你了啊。这位夫人看着很眼熟啊。你是燕婷的表哥对吗？燕婷经常提起你，说你们小的时候一起长大。是啊。哈哈，太可爱的小衣服了，好可爱，太可爱了。这是谁的？太可爱了。恭喜夫人。表哥，你别在这里啰里吧嗦的，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吗？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，走吧。在下肖文华，是吕小姐的表哥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，何处高就啊？肖处长，您开玩笑了。不是吧？你们俩认识啊？我们在一个单位共事。这样啊？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战医生，肖某是深感荣幸啊。表哥，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？既然大家都认识，你就好好说话。肖处长刚刚到我们单位就职，除了公务上，私底下也没有什么交往，不熟是情理之中的。但是今天既然这么有缘，以后应该常来常往了。就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沙小丽，是战医生的未婚妻。战医生，失散的家人又找到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哪里，都是家里的琐事儿。烦肖处长记挂了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相请不如偶遇。既然今天这么凑巧，我们不妨出去喝一杯，聊上几句，我请客。您看行？这个主意好，请。要不要一起？
肖处长，两个选择，要么把我绑到保密局，要么一枪结果我，我绝不反抗。但是叶菲菲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而且她现在怀有身孕，我请你高抬贵手。你很直接。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是一个医生，越到生死关头，可能越不紧张。而且，我没有和你讨价还价的筹码。你有，还是很大的筹码。我不明白。燕婷知道她就是叶菲菲，对吗？是。就凭这个，我就该一枪毙了你。你凭什么把燕婷牵扯进来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不是瞎子，我知道我表妹看你的眼神里有什么。那不是我的初衷，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的。不是你的初衷，你还让她心甘情愿往火坑里跳。她为了你都和警察动枪了。你把叶菲菲绑在她身边，就等于把她绑在定时炸弹上。我说过了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，对不起。闭嘴！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因为燕婷，对吧？你带着叶菲菲马上离开那儿，我在医院有关系。等她康复以后，我还可以帮助她回到北方。好。你真的信任我？我有别的选择吗？你现在随便一个电话，沈在新就可以把叶菲菲给带走。我呢，无能为力，我只能选择相信你。吕燕婷和叶菲菲和这场战争都没有关系，这是你说的。你是想让我从吕燕婷的生活中消失，对吧？对，让她彻底忘掉你。她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我答应了。男人对男人，问题可以很简单。你真的信任我？我有别的选择吗？你现在随便一个电话，沈在新就可以把叶菲菲给带走。我呢，无能为力，我只能选择相信你。吕燕婷和叶菲菲和这场战争都没有关系，这是你说的。你是想让我从吕燕婷的生活中消失，对吧？对，让她彻底忘掉你。她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我答应了。男人对男人，问题可以很简单。我最喜欢看蜡烛的火光了，摇摇晃晃的，
每秒钟都不一样，真的好美啊！真的吗？我最喜欢看到你高兴的样子，好美。你看你今天中午浪费那么多时间做了一大桌的菜，我以为在过圣诞节呢。嫂子，我本来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你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他是有多么的吓人。不过还好，这一切总算过去了，值得庆祝一下。燕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也不会让你们走到这么难为的地步。嫂子，瞧你说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大家都说，共患难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，而你就是那个给我们送粘合剂的人。真的好感谢你啊，燕婷。不过你讲话好肉麻啊。我知道我肉麻，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啊。好可爱。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坐。我还是坐这儿比较合适。我表哥呢？回去了。他走了？我做了这么多的菜，都算了他一份儿。他这人怎么这么扫兴？哎，算了，不理他，咱们吃饭吧。守安，不舒服啊？没有。哎，我们先举个杯吧。来，在这里我要祝。喂，守安，来。啊，在这里我要祝，不对，为了年年都有今天，干杯！等一等，我能不能改一下祝酒词？与其相困于沟壑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喝了这一杯，就此别过。什么就此别过？就此别过是什么意思啊？吴小姐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一直在打扰你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所以我们马上离开。走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。嫂子，您赶快收拾一下，我们这就走。守安呢？真的要这么快走吗？是的。是不是我表哥跟你说什么了？吕燕婷小姐，我们那么信任你，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？我做什么了？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？你是说我把表哥给引来的？我们把性命托付给你，你却当成儿戏。守安呢？再说，你不懂。像我们这种落难之人，错就错在不应该跟这种千金大小姐混在一起。他们从小就以自我为中心，根本不把别人的性命放在眼里。你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太直率了，可能你这辈子都听不到这种真心话。嫂子，干脆我们什么都不带，走。守安呢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为的是我们的性命。走。江守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不信你说的是真话。你还真是聪明啊！我说的还真不是真话。只要你跟我说真话，我绝不拦你。当着我嫂子的面吗？你说，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就不许出这个门。是你自己要自取其辱的。你爱我，但我不爱你，我不想这么不清不白的纠缠在一起，懂吗？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可以这样的。
着，爽儿，燕婷，爽儿，爽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这样对燕婷？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可以这样对燕婷啊！嫂子，我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也许只有这么做，对吕燕婷才会有好处。有什么好处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如果你不跟我说清楚的话，我也不愿意跟你走啊。肖文华，也就是今天下午你见到的那个男人，吕燕婷的表哥，他已经知道你我的身份了。他觉得我是在利用吕燕婷，如果我不离开他的话，他就会让你我处于不利的境地。嫂子，我不是怕他，但是我答应过我哥，一定要把你安全地送回到他的身边，我不允许你有半点差池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光是东躲西藏，已经让我们心力交瘁了。再加上满世界的都是我的通缉，为了度过难关，我才接受吕燕婷对我的帮助。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她喜欢我，但是我不能接受她，因为我有戴维秋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肖文华说的是有道理的，我不应该把他牵扯到危险之中，我不应该利用他，我这么做，也许真的是很卑鄙。嫂子，吕燕婷，她对我们确实太好了，她也是我见过的最仗义的女孩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跟她不可能有未来的。所以我刚才才会那么做。我这么做，我也知道确实很过分。爽儿，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佩秋，可是你也说过，燕婷对我们那么好，她那么仗义，她其实是因为真心真意爱着你，才会这么做。如果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而利用了他，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。让他尽快的忘记我，也许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。我们两个真的对不起燕婷。嫂子，找机会我会弥补他的。詹夫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沙小丽，我的远房表妹。你逃难到广州来了，和你的丈夫走失了，后来遇到了我。不管谁问你，都要这样说。
知道了。张医生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，不过请相信我，你这么做是值得的。现在最痛苦的，应该是你的表妹。怎么样？看到了，谢谢。柯主任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你放心，他会对你嫂子很好的。我兑现了我的承诺，希望你也不要食言。只要你不再出现，燕婷会挺过去的。你不用提醒我。詹医生，其实咱们俩没有必要这么对立。我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。一类人？哪类人？你是哪类人，我就是哪类人。肖处长，你开玩笑了。别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哪一类人，就算我知道我自己是哪一类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绝对不会是一类人。有件事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怎么不在吕宁待着，跑广州来了？肖处长，那我也冒昧的问一句，为什么好好的宪兵队你不待着，要跑到这保密局？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咱们俩确实是一类人。到了，谢谢。来日方长，我们会有机会慢慢了解的。
在历经了一连串的意外之后，战守安终于开始执行秦风临终托付的任务了。在这3块10块钱，战守安觉得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充满了危险和豪迈。战守安，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你的真实目的，可是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了。哎，等等。谢谢你。天要下雨了，跟你回家了。1天3次，1次2粒，饭后服用。好，谢谢詹医生。客气。小处长，请你走到窗户前，看看谁在外面。何苦？是他叫你来的。回去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你们那天究竟说了什么？好，我们走。他不值得你爱，值不值得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跟他萍水相逢，不清楚。那我就来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会爱他。小兄弟，小心点儿。对不起，姑娘，我对不起啊，
站住！站住！帮我挡一下，挡一下！站住！小兔崽子，敢偷我东西啊！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！我没偷，你别瞎说。那要是没偷的话，搜搜就知道了。走，不要走！表哥，看看你们自己，还像个革命军人吗？打了几个败仗，国民革命军就变成土匪了。那天在站台上，你这个宪兵队长执掌着生杀大权，就像是个国王；而我在你的护佑之下，就像是一个骄傲的公主。本来没有战守安，我也可以摆平一切。而在那一时刻，战守安他挺身而出，他出来保护了我，他为了我可以跟一群人拼命。他做了所有天底下女孩子理想当中男人应该做的一切，而在那之后，他就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。他天生就懂得疼惜人，懂得爱护人，懂得呵护人，而他却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不寻常的事情。看来你还是明白的。怜香惜玉是他的本性，他对所有女人都会是这样。所以我才要成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，因为我知道他会对我非常的专一，值得我依赖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变卦，值得我托付终身。表哥，我不知道这个乱世会持续多久，但是我知道我跟他在一起，感觉上非常的安全，真的很有安全感。我知道我很幸福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跟他在一起就是跟危险在一起，你还会爱他吗？爱。不可以。我不需要你的批准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，我爸爸总在外面南征北战的，我是在你家里长大的，我把你，我感觉你比我的亲妹妹还要亲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姑妈去世的时候跟我说，她说让我看好你。以前你不听话，我可以随时的跟着你，没完没了的说你，保护你。表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燕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让我牵挂的人，只剩下你了。
你要好好的，好吗？我会好好的，表哥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你放心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对不起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唤醒这位同志的方式是：中山公园湖边凉亭正对着阳明湖的那根柱子，你在柱子下面放3块石头，要等变三角形。海狼一旦看到这3块石头，就会被唤醒。接下来，你要注意中央日报的寻人启事。当你看到启事上有二哥大婚速回大哥的启事，那么你们就接上头了。等到第2天，你去祈福茶庄，对掌柜说你要洞顶乌龙，掌柜回复你要多少，你说3斤6两，掌柜回答你会说他要去库房看看。你吓我一跳，我看看今天几号，都23号了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哈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助手，往后闲杂事情就不用你样样动手了。什么助手啊？处理给你的医务室配备了一名护士。这么体贴。进来吧。吕燕婷前来报道。长官好。吕燕婷，吕小姐，平海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。这是战守安医生，你的直接长官。处长，我不需要护士。我好不容易从局里弄来的名额。好了，带着吕小姐熟悉一下情况吧。别，处长，咱们俩好好聊。处长，我们医务室不需要人。需要不需要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少安，这个吕大小姐很有来头，且不说家庭背景显赫，你知道她的推荐人是谁吗？吕荣，医学泰斗。她来我们这里，以后广州的医疗资源还有什么不好用的？那处长这样，把她调到其他科室去，行吧？她不够漂亮？我看她比车上那个女孩漂亮。跟那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你现在就是医生，她是护士，你的助手。你们要配合好工作，
这是处理的决定。战医生，按照医务室消毒处理常规，这里所有的器械无论使用与否，1周需要消毒1次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里气候非常潮湿，细菌生长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我建议1周消毒2次，你看行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报告长官，从来到广州以后，我一直都在找工作，现在我找到了。李艳萍小姐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对你的态度不够好。请长官告诉我消毒室的方位和使用权限。你对我和我嫂子都很好，我不但没有报答你，我还恶言相向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羞耻、羞愧。我错了，我真心实意地向你道歉，我错了。长官，我在等候您的指示。不要闹！我闹什么闹？我哪儿闹了？广州那么大，你去哪儿不行，你非来这儿啊？站守安！怎么？你不要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好吗？你有？哎，我是帮助过你，我是喜欢过你，那怎么样呢？你怎么就不能在乎我的感受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保密局正式聘请的医务助理，配合你工作，我才能拿到我人生当中第1份薪水。哎，我是你的同事，也是你的下属，请你尊重我。好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啊？你见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我表哥？我现在呢是在工作，只要是与工作无关的所有闲杂人等，我一概不见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晚上你们出去了一阵子，回来了之后你就性情大变，是不是拿我做什么交易啊？有吗？吕艳萍小姐，护士对吧？助理对吧？是。我鞋脏了，您看看。啊？鞋不是我的工作范畴，但是伺候人是我的工作范畴。伺候人物，我渴了。想喝杯水，热水。是，长官。遵命，长官。想到只有3天就要跟海狼接头了，战守安觉得他必须隐忍所有的纠纷，他不能让任何可能的因素影响这次行动。守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有点习惯了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你的那个朋友肖文华，他还特意带着一个科主任来看过我呢。守安呐，你说他们是敌还是友啊？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他们啊？嫂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心休养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想，小心动了胎气，一切都有我的。哎，对了，预产期是哪天来着？下个月。哟，那太好了，这是最大的喜事儿。名字起了吗？
想让你哥帮忙起的，可是你哥也不在身边。啊，不如你这个叔叔帮他起一个名字吧。不是嫂子，你可别开玩笑，我起名字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都是一家人，都是战家的人。也是的，这孩子下个月就生了，没名字不合适。这孩子虽然是在广州生的，但是我们的祖籍全都是滨海，叫传海吧，怎么样？传海。您觉得？战传海，战传海，好啊，我喜欢，就战传海。那就好了，先这么叫着，等回头见着我哥，再让他再起一个。不改了，就叫战传海。传海，传海，听没听到？你叔叔给你起了个名字叫战传海，战传海，你快点出来哦。你为什么非到保密局来工作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能做表哥的同事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你怎么对这个战守安还不死心？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啊。我能就近看到你，我心里也踏实。这个地方要求很严，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内部制裁，到时候我都帮不上你。你为什么非到保密局来工作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能做表哥的同事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你怎么对这个战守安还不死心？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啊。我能就近看到你，我心里也踏实。这个地方要求很严，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内部制裁，到时候我都帮不上你。我懂，我不过就是个医务助理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护士。我不该管的事情，我坚决不管。燕婷，你怎么就不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呢？表哥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担心我。我已经开始担心了。担心什么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眼皮跳得厉害，我总有一种预感，就会发生什么事。要是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我还真应该过来。离开去祈福茶庄街头还有12个小时，这个巨大的变故会不会让街头功败垂成？战守安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这个。今天把大家请来，要开一个主任办公会，
讨论一个重大的案子。主任办公会议，各处处长都来了，怎么行动处长没有来呢？王秘书忘了通知了吧？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接到总局通报，他们破获了一起重大案子，抓获了共产党广州特委书记。找徐处长。他不在，去开会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关处长在吗？关处长不在，朱院长他开会去了。嗯，知道了。王秘书，是开主任办公会议吗？我刚才出去了。肖处长啊，我没听说要开会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审讯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特委书记承认，他的直接下线就是秦风。由于他们是单线联系，秦风的下线无法提供，但是有几个特征可以供大家来参照。第一，年龄都是28岁；第二，籍贯平海；三，长官，1个小时之内你看钟看了3次，现在离下班还有36分钟。哎，是不是下班之后有什么约会啊？你呢？是，长官。战守安再一次回顾了所有的细节，他做出了最后决定。即便这是个陷阱，他也要前去祈福茶庄一探究竟，因为这是他完成秦风托付的任务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耽误诸位几分钟。局里刚刚接到命令，有重要匪情需要排查。下面我念到名字的，请出列。总务处姚广志到。机要处刘新群到。医务处战守安到。行动处肖文华其他诸位就可以回家休息了，耽误大家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4位和我共进晚餐。克难时期，食品简陋，各位原谅。各位是不是觉得今天是最后的晚餐呢？主任，您是想了解什么匪情啊？您看我一个会计。战乱这2年，我是连一个真的共产党我都没见过。姚会计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主任，这我也吃不下去啊。姚会计，你能听主任把话说完吗？是不是最后的晚餐，取决于各位。可以是，也可以不是。正可谓人的命运自己决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肯定选不是。媳妇儿刚给我生了个孩子，这满月酒还没办呢，怎么就稀里糊涂吃上这最后的晚餐了呢？我可以向大家透个底吧。请4位吃最后的晚餐，是因为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不重要，他可能有100个名字。但是这个人的职位非常重要，他是共产党广州特委书记，他已经弃暗投明了。这是好事啊，这等于咱们又抓了一条大鱼。主任，这顿饭不会是庆功餐吧？嘿。上次战医生那次庆功宴，咱就没吃着。哎呀，他承认，在我们保密局里边有卧底。这个太好办了，把他带过来，当面指认。秦风已经死了。因为他们是单线联系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下线的下线到底是谁，但是有些特征，那就是
年方28，籍贯平海，入8年。你们4位符合这个标准吗？主任，我虽说符合，但是我姚广志肯定不是卧底。咱们局里那么多人，说不定有人比我还符合。我也符合这个条件。我也符合。我也是。全局上下就4位符合这些条件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其中3位不是卧底。主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有3个肯定不是啊。所以我希望那个人尽快向政府投案自首，我敢保证他的人身安全，既往不咎。你们听听，主任多么深明大义啊！你们3个人谁是？赶紧承认啊！没事儿，别把我们3个人也带在里边，行不行啊？姚会计，我看你最像。我像什么呀？你说我像什么？我还能像卧底吗？我一个会计，我能像什么呀？啊，卧底能找我呀？要是找卧底啊，也得找你刘星群这样的。别忘了，你是机要处的秘书。哼，那是卧底最眼红的位置。我想今天这顿饭是局里边给4位践行吧。践完行之后，我们就出发，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，面壁思过。主任，咱们去什么地方呢九曲岭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面壁思过的地方。我希望诸位一定能够取得反省的成果。也许没有，那我们就应该按照戒严戡乱的原则，4位结伴上路，以绝后患。其中3位是为清除共匪而牺牲的，我想我应该敬这3位一杯。
日本人到九曲岭，见集中营开始，凡是去的，没有一个活着能出来的。这你们都知道啊！啊，诸位，咱们都是兄弟啊！你们谁是共产党的卧底？啊，谁是？赶紧承认了吧！你看看，这回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你不承认，你也是死啊！你都想死了，干嘛还带着3个无辜的人跟你一起呀？啊！看在咱们是同人的份上，啊，同人的份上，看在咱们一起打鬼子、共同剿匪的战友情谊份上。咱们还是别同归于尽啊！请那位共产党卧底同志，让他自首。对，让他承认。沈主任说了，肯定管他出地。这个人在里边待不了几年，我在这保证，那3个兄弟轮流替他照看他的妻儿老小，直到他出来，不给他添任何麻烦，行不行？啊！老会计，折腾1个晚上了，睡会儿吧。战士官，其实你就是那卧底，全局上下都知道。全局上下都知道，那为什么你还被抓进来了？少给我扯淡！谁不知道你可投了共，当了共产党的高官？你放着北方解放区不好好待着，偏偏跑广州来。你来不是当卧底，是干啥？刘会计，你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讲。共产党要派卧底，也不能派一个连你都一眼能看出来的战医生，不是？那你说，那个卧底到底是谁呀？要我说，肖处长倒最像我。放着好好的宪兵大队长不当，非要跑到这保密局来。这谁都知道，宪兵队吃香喝辣，驻守大后方，又安全又快活。可他非要来这个出生入死的保密局，不就是好跟匪区联系吗？啊？肖处长，
弱智。你骂谁呢？连骂谁都听不出来。弱智。少说话！你他妈才弱智！老子告诉你，你现在跟我一样。我还明告诉你，这个卧底就在你们俩人中间。你们两个必有一个是奸匪。姚会计，这整晚不依不饶的，你就是那匪谍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给我起来！老大，住手！最后1分钟发生的突然变故，让祈福茶庄的街头消失在大海的另一边，而前方的九曲岭则是个有进无出的死亡之地。战守安忽然感到空前的绝望。稍息，立正。各位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武大鹏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主审官了。我这个人重情义，讲原则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既好说话又不好说话，端看各位的态度。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一段时间密切相处，慢慢来。我们可以相互了解。现在，请诸位跟我来。
好了。这是让咱们洗澡啊？说什么废话！脱衣服。快点！快点儿！你们说句话呀！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就让咱们穿上这身衣服？他们凭什么？啊，你们凭什么就让我们穿上这身衣服？凭什么？你们凭什么？各位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握了。肖六长，都听天由命了，还废他妈什么话呀？我以前在宪兵队的时候就知道这儿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这以前是日本人的集中营，现在用来关押政治犯。我投身革命8年，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成为政治犯，天理何在？刘秘书，我提醒你，进了9曲里就要放弃这些念头，否则你会过不去的。明天我们就要面对沙威这一关，从审讯的角度看，就是要彻底剥夺犯人的尊严，让他丧失意志，人人摆布。我绝不放弃个人尊严，我绝不丧失个人意志。这个主审官武大鹏是个审讯高手，他以前在宪兵队教过审讯课。你不放弃自己的标准，过不去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我忠于党国，绝不会胡言乱语，放弃个人原则。我不信没有天理。哎呀！战一战，和明天的审讯相比，你在局里受的那些审查，就是小儿科。衣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，人一旦穿上衣服，就会有了角色观念。说白了，就会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物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按照人物的准则来行事。正如现在在场的诸位，曾经身着军服，就觉得自己是个军人，就应该具备军人的英武和骁勇。可是现在呢，更换了囚服，就会觉得不服。
委屈，甚至有些抗拒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如果说有一个人什么衣服都不穿，一丝不挂，那他又会觉得自己是什么呢？他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觉得自己是一块肉，一串骨头。刘信全，抗战之前你留学德国，穿西服就觉得自己学贯中西，回国之后穿军服又觉得自己保家卫国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没了衣服之后，你是什么？好，现在把衣服脱了。新群不幸，被匪谍诬陷，落入此地，自信一生行事光明磊落，无愧于党国，经得住任何的审查。请主审官对我按程序审问。哼，把衣服脱了。过来干什么？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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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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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开！抬起来！现在，我来提问，你来回答。姓名？看看，人要是没有了衣服，他竟然连自己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了。如果这次突然逮捕的起因真的如沈在新所说，是广州地下党破获所致，那么除自己之外的这3个人中，肯定有一个是自己的同志。他会是谁呢？哎，刘秘书，赶紧吃饭。你说你至于吗？啊，那姓武的连个手指头都没碰你，你看你这个模样，赶紧吃饭。武大鹏肯定仔细研究了我们的资料，制定了针对性的审讯方案。要是这么审，他选了。他只是暂时受不了这种委屈，等过段时间适应了，就没事了。恐怕没有过一阵子的事情的。
这大半夜不睡觉，你跟那写什么呢？